没敢气，我一个年薪100万的清北毕业生，却要回村当书记，只因我觉醒了最强村官系统，不知不觉就将清河村成为全世界闻名的世界第一村。喂，臭小子，又有什么事？老许同志，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俺要回来了。说人话。老许同志，我不准备去那家公司了，我想要回村。回村？回来干啥？地里的活你又不会干，回来啃老？当然不是啃老，我准备回村接你的班，当村书记。你莫不是在外面闯祸了，还是跟人闹矛盾北开了？臭小子，你跟我说实话，天大的事，爸给你扛着。老许同志，你想哪儿去了？我好得很，工作好好的，没闯祸，也没受委屈，就是突然想通了，觉得在大城市里给别人当牛做马，不如回咱们自己家干一番大事业。事业？我们那穷山沟连路都走不通，能干什么事业？那可不一定。许卫东又一次沉默了，一个字沉甸甸的，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一样。好，你既然想好了，那就回来吧。村里的事我可以给你铺一点路，但是路要怎么走，能不能走通，得看你自己。谢了，老许同志。少贫嘴，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就订票，最快的一班车。许毅挂掉电话，立即回家。今天把大家伙叫来，就一件事，我许卫东老了，干不动了，这个村书记我不当了。话音刚落，满屋哗然，但许卫东没给他们议论的机会，他手指猛地一指许毅，声音陡然拔高：我提议由我儿子许毅接任清河村书记一职。整个村委会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许毅也愣住了，他想过老爹会帮他铺路，但没想到铺得这么直接，这么生猛，连个流程都不走，直接就要现场拍板。然而更让他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那死一般的寂静仅仅持续了不到3秒。我同意，小易是清北的高材生，有文化有见识，他来当这个书记，我100个放心。同意，双手双脚同意，清北大学生当村官，这是给咱们村长脸。同意，全票通过。没等许毅从这诡异的氛围中回过神来，三叔公笑呵呵的从身后摸出了一沓纸，直接推到了许毅面前。来，小易，把字签了，再按个手印，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清河村的大当家了。大当家，这用词怎么听着那么像土匪头子？许毅又看了一眼身旁的许卫东，他爹正抱着胳膊，一副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的表情，眼神里甚至还有一丝如释重负。再看看周围，一双双眼睛都冒着绿光，直勾勾的盯着他，或者说是盯着他手里的笔。行吧，这架势怎么感觉像是在签卖身契呢？就在他落笔的最后一捺完成的瞬间，恭喜宿主完成引导任务，荣归故里，成为清河村书记，系统正式绑定中，绑定成功，核心发展奖励发放，恭喜宿主获得超级生态农场大礼包。许毅握着笔的手指猛地一脚，在许毅的脑海里猛然引爆，同时只要他能确定下建设地点和范围，系统就会派出专业团队上门服务，一条龙搞定农场的建设。看到这，许毅的呼吸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滞。各位书办，我知道大家伙把我推上这个位置，心里想的是什么？清河村太穷了，穷了几十年，把大家伙的心气儿都磨没了，所以大家想赌一把，赌如果换成我这个清北毕业的高材生来当书记，是不是能搞出来点新名堂？闻言，屋子里的人表情有些尴尬，却没人反驳。许毅话锋一转，我告诉你们，你们赌对了，我放弃大城市的工作，选择回来，绝不是为了子承父业，守着这份穷日子混下去的。我回来只为3件事，那就是带领村里人赚钱，赚钱还是赚钱。老许同志办不到的事情，我来吧；老许同志不敢做的承诺，我来做。一句话，我回来了，大家伙的好日子就回来了。这小子是认真的。我知道大家会想，这小子光会吹牛逼，钱呢？搞项目，所有的技术，所有的启动资金，1分1毫全由我一个人出，不需要村里掏1分钱，不需要大家从口袋里掏1分钱。轰！这句话比刚才那句粗口威力大了100倍。整个屋子里，所有人都猛地抬起了头，眼神里写满了骇然与不可思议。不要钱，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这小子不是疯了吧？大家没钱，但有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我的方案很简单，我以技术和前期启动资金入股，而全村的乡亲们以你们手里的土地入股，所有村民的土地全部集中起来，统一开发，全村拧成一股绳，集中起来干大事。项目产生的利润，年底咱们就按股份分红，有地的家家户户都有份，地越多，分的越多。话音落下，整个村委会死一般的寂静，若真可闻。所有人都被许毅这番话给镇住了，把全村的地都整合起来统一开发，按股份分红，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大到他们这辈子都没敢这么想过。就连一直靠在门边抱着胳膊看戏的许卫东，此刻也拧紧了眉头，眼神里透出一抹凝重。现在我们搞第1期，我计划先建一个超级生态农场，面积暂定100亩地。说完，许毅便不再言语。几个村委老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震惊，慢慢转变成了一种古怪的思索。在他对面的三叔公猛地一拍大腿。
哎呀，我还当是什么天大的难题，不就是地吗？这玩意儿，咱们清河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臭小子，你常年在外头，村里的情况你不懂。你看看这村里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不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全是像我们这样的老骨头，还有些守家的女人孩子。年轻人一走，家里的地谁来种？那些老骨头连门口巴掌大的菜园子都快伺候不动了，更别提那些成片的荒地，早就撂那儿长草了。卫东说的没错，就说我家的5亩地，除了屋前种点菜自己吃，剩下的4亩多全荒着。谁说不是呢？我家那口子前年跟着儿子去城里带孙子了，就我一个老头子在家守着几亩地，现在地里长的草估计都比我人还高。我们家那几亩地也都5、6年没写过种子了。一时间，整个村委会从刚才的吹捧大会，瞬间变成了诉苦大会。许毅听着这些书办们你一言我一语，心头巨震，他这才明白，自己记忆中的清河村早已不是如今的模样。这个曾经农民视若生命的命根子，如今却成了这些留守老人们甩不掉的沉重负担。而他提出的土地入股方案，在这种背景下，无异于一剂神药，精准地扎在了所有人的痛点上。小易啊，你这法子好，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想出来的点子。地荒着也是荒着，交给你搞项目，年底还能有钱分，这是两全其美，对，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对，这脑子不愧是清北出来的。咱们这些老家伙就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想不出这种道道来。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土地入股，按股分红，这词儿听着就高级。这下好了，咱们村有盼头了，总算不是等死了。许毅看着他们，心中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彻底落了地。许卫东走到墙边，从一个落了锁的旧铁皮柜里翻出了一大摞用牛皮纸袋装着的已经泛黄的册子。砰的一声，册子被他摔在桌上。那还等什么？这是咱们村各家各户的土地台账，都搁这儿了。大家分组挨家挨户去通知，把这事儿跟大伙说明白。愿意入股的，当场签字按手印。好嘞，没问题。小易，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保管给你把这事办得妥妥帖帖的。说完，一群人风风火火地冲出了村委会，消失在了夜色里。这一夜，清河村像是炸了锅一样，原本寂静的村庄在深夜里变得人声鼎沸。是，把荒地交出去，年底就能分钱。小易牵头就是卫东家那个清北毕业的娃，那感情好啊，他一个清北高材生还能骗咱们这些老头子不成？爹在哪儿签？签字的过程顺利的超乎想象，仅用了1天的时间。第2天傍晚，三叔公把一沓协议往桌上一拍。齐了，全齐了。全村323户，除了没人在家的5户外，剩下的318户全都签字按手印了，1户都没落下。另外那5户也都打电话联系确认了，全部同意入股。咱们村整合起来的土地面积总共是786亩。谁敢信，我一个年薪100万的清北毕业生，却要回村当书记？只因我觉醒了最强村官系统，不知不觉就将清河村成为全世界闻名的世界第1村。接上集，村里的人都同意在土地使用权上签字后，众人前往村口高坡。小易，你看，从这儿往东一直到河边那一片地都比较平整，而且连在一块，差不多有200多亩。南边那块地势高，不容易积水，就是离水源远了点，得重新拉水管。老许同志，各位书办别急。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许毅从双肩包里取出一个极具科技感的黑色硬壳手提箱，一架通体漆黑、结构精密的无人机静静躺在其中。这是个啥金贵玩意儿？无人机，一个会飞的测量仪，能让我们从天上重新认识一下咱们村。几个老头子面面相觑，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不明觉厉。许毅没有过多解释。嗡，一阵极具未来感的风铃声响起，4个螺旋桨化作残影，卷起一股强劲的气流，推动着无人机平稳地垂直升空。来，都过来看。屏幕上是无人机传回的实时高清画面，上帝视角随着无人机不断爬升，整个清河村的轮廓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姿态，完整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我的个老天爷，这比县里挂的地图还清楚。何止是清楚，快看，那不是我家拴在门口的老黄牛吗？连牛毛都看得见。许毅无视了身边的惊叹，他的目光在屏幕上飞速扫过，大脑如同超级计算机般运转，迅速对比着各个地块的优劣参数。不到30秒，他的目光锁定了一片区域。就这儿了，你们看这块地的位置、地形、水源，所有条件都是最优解。我们第1期的100亩超级农场就建在这里。行，就这儿。我没意见，小易选的地方肯定错不了。高科技就是厉害啊！咱们几个老家伙在这扯半天皮，还不如小易这填鸟飞一圈来得快。好，既然大家都同意，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三叔公魏国书，麻烦你们回去写个红榜公示，把选址的结果贴出去，让全村人都知道。我这边也该联系施工方进场了。施工方，你小子什么时候联系的？当然是早有准备了。放心吧，老许同志，专业的团队，保证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当天下午，一张写着清河村超级生态农场1期项目选址公示的红榜贴在了村委会最显眼的位置，引来全村围观，议论纷纷。而许毅回到自己房间，盘腿坐在床上，闭上双眼，意识沉入脑海深处。确认选择此地块作为超级生态农场建设地点。确认。
选址成功，地块坐标已锁定，系统正在调配最优施工方案，方案生成完毕，专属施工工程队已派发，预计将在24小时内抵达项目所在地，并与宿主取得联系，请宿主保持通讯畅通，并做好交接准备。你们说，小易书记讲的那个施工队啥时候能到啊？哪有那么快用？这么大的工程，不得先来人量地划线，一来一回，没个10天半月下不来。就在这时，一阵低沉、雄浑、连绵不绝的轰鸣声从通往镇上的主路尽头由远及近滚滚而来。那是一支庞大到他们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专业施工车队。我的个老天爷，这全是来给咱村干活的。乖乖，这得花多少钱？光这些铁疙瘩，怕是能把咱整个村子买下来好几遍了吧？无与伦比的震撼，许多尚在睡梦中的人被惊醒，所有人都疯了似的朝着村口涌去，看着这支仿佛从天而降的神兵队伍，一个个目瞪口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不同颜色工装、手持平板电脑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请问是许毅许先生吗？是的。许先生您好，我是本次清河村生态农场项目的总工程师，我姓李，这是我们的施工方案，请您过目。我们将立刻开始场地平整工作，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保证在最快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所有建设任务。许毅接过平板，视线快速扫过，随即满意的颔首。好的，辛苦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李工程师得到确认后，一声令下，所有工程机械同时发动，推土机和挖掘机率先驶入那片荒芜了多年的土地，开始进行场地平整。干起来了，真的干起来了！我就说小易书记有本事，你们看这阵仗，咱们这辈子见过吗？咱们清河村这是真的要变天了。卫东啊，你生了个好儿子，我活了快70年，做梦都没想到咱们村还能有今天。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咱们这帮老家伙捆一块儿也比不上他一个手指头。接下来几天，施工有序的进行中，村主任许卫国每天准时的出现在工地外的田埂上，这里好似已经成了他的专属主席台。都看明白了没？这就叫模块化施工，懂不懂？所有零件都是在工厂里提前做好，用大车拉过来，咔咔几下一拼完事儿。周围围着的一群老头子听得一愣一愣的，人群外围，许卫东沉默地站着，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激动，有骄傲，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几乎喘不过气的焦虑。转身，脚步异常沉重地往村委会走去。还在忙？规划一下种什么？外面那个铁壳子，我看明天就建成了。你到底要种出个什么金疙瘩，才能填上这个无底洞？别跟我说还是种那些大白菜、西红柿，那些是要种，那是基本盘，而且利润也不低。但除了那些之外，我还需要一些高端品种来提高品牌价值和增加利润。说着，许毅把笔记本转了个方向，正对着许卫东。老许同志，你猜猜这玩意儿一斤多少钱？这不就一破萝卜根子，喂猪猪都嫌弃，送我都不要。许毅没说话，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10块。许毅摇头，总不能是100吧？不止，这东西叫山葵，顶级日料店里专门用来配最贵的生鱼片的，市场价看品质，1200到1800一公斤。一公斤？你再说一遍。1公斤，而且还是有价无市，不是有钱就能随时买到的。许毅没给他消化震惊的时间，手指一滑，屏幕上换了张图。这个你认识吧？香春芽，这我当然认识，开春才有，金贵的很。对，只有开春才有，但我们的农场能让它3伏天长，也能让它大雪天长，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头一茬。冰草，一种网红菜，叶子上像挂着一层冰晶，吃起来跟冰块一样脆。高端西餐厅抢着要，一斤几十上百。白芦笋，欧洲人管它叫白色黄金，能吃得象牙，种植过程全程不能见光，极其金贵，价格是市面上普通绿芦笋的3到5倍。还有这个制成澳洲来的，切开里面像鱼子酱一样，一小盒就能卖几百块。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一张又一张让许卫东眼晕的图片，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让他心脏狂跳、让他头皮发麻的天价。这些金贵玩意儿，咱们真的能种活？老许同志，你以为现在建的那个铁壳子是摆设吗？我们的超级农场可以创造出超越他们原产地的完美环境。我们种的不是地，是科技。这个男人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让村里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因男人凭借一己之力，把村里100亩荒地变成了一座令人瞩目的超级生态农场。夏毅，这就完事了。走吧，各位书板，我这个新书记今天就带你们进去见见世面。众人半信半疑地跟在许毅身后，门内的景象让跟在后面的许卫东、三叔公等呼吸瞬间停滞。眼前的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农场，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纯白色空间，墙壁上挂着一块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闪烁着他们完全看不懂的数据和图表。我的天哪！那这地咋犁咋除草？嘿嘿，傻眼了吧？许毅拖出几个大麻袋，哗啦一声，袋子解开，露出了里面5颜6色的种子。然而他们还没从前一波的震撼中缓过来，只见许毅抱起一袋青菜种子，直接走到了旁边一个巨大的如同漏斗一般的投料口，哗啦一下，整袋倒了进去。住手，败家子呀！你这是作孽啊！种子都混一块了，这还咋种？长出来不全乱套了？这得糟蹋多少好种子啊！老天爷要收了你的！三叔公，别急，时代变了，老一套不管用了，这叫智能化种子分拣投放系统，看上去是导进同一个口，但其实内部都是分开的，到了地里，保证一粒都不会错。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小易，这会不会种得太密了一点？苗挤着苗，互相抢营养，它长不开的呀。是啊，小易，哪有种这么密的？他们不得活活憋死。三叔公、魏国叔，你们的担心我懂。你们看这个，这是精准营养供给系统。图上是无数个密密麻麻的光点，代表着刚刚播下去的种子。从每一个光点下面都延伸出一条条颜色各异、如同发丝般纤细的虚拟管道，最终汇入几根巨大的主管线。每一颗种子从种下去的那一刻起，就会有独立的营养供给管道。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中央管理系统会根据它的生长阶段，24小时不间断地不多不少的精准输送到它的根部。水分、氮、钾各种微量元素，每一株作物吃的都是独立小灶，享受的都是 VIP 待遇，它们之间根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内卷，所以种植密度在这里从来不是问题。小易，你这个单子上写的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可是3伏天，就算你这铁壳子里凉快，可这季节不对啊，什么时候种什么菜，那都是老天爷定下的数，违背了天时，它长不了的。这话一出，其他人也立刻反应过来，夏天种白菜，那不是扯淡吗？面对长辈们新一轮的集体质疑，许毅非但没有半点慌张，反而露出了几分年轻人特有的自信和朝气。三叔公，各位叔伯，我知道这事听着邪乎，不过嘛，这就是我这个超级生态农场的厉害之处了。走，光说不练假把式，我带你们去个地方，亲身感受一下。说完，他便直接带着将信将疑的众人，径直走向刚刚播下白菜种子的那片区域。许卫国第一个倒吸一口凉气，一股清凉、干爽，带着丰收季节特有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秋天的感觉，这天儿也能造出来的。光感觉没用，得看结果。是卡你们拿着，是这里的门禁卡，以后这棚子你们随时能进。要是不放心，有空就多过来转转，看看这反季节的白菜到底能不能长出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3道身影却像是约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了那座银白色庞然大物。3个人都愣住了，眼前哪里还是昨天那片空旷平整的培养机制，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绿意盎然、充满了蓬勃生机的绿色海洋。我的天哪！卫东，你掐我一下，我是不是还没睡醒，在做梦？许卫东没有理他，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景象，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震惊过后，又被一种更加强烈的、几乎要冲破胸膛的自豪感所取代。我的儿子，这都是我家那臭小子干的。就在这时，一声刺耳的、变了调的嘶吼从3人身后传来。我的个老天爷，地的绿了，小易书记的地一夜之间全绿了。轰！整个村子彻底炸了火，从村子的四面八方汇聚成一股汹涌的人潮，疯了一般的冲向村东南角那座银白色的庞然大物。这是真的吗？谁来打我一巴掌？昨天我亲眼看着播的种，怎么可能？小易书记呢？快去找小易书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问问他。大家都在呢，起得够早啊！小易书记，小易，这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一晚上就这长这么快？会不会有啥问题啊？各位叔伯乡亲们，我要是没这点真本事，敢辞了荆州那么好的工作，回咱们这清河村来吗？是啊，人家可是清北毕业的高材生，前途无量。如果不是有绝对的把握，谁会放弃金饭碗，跑回村里来干这个？这一句话比任何复杂的解释都管用，瞬间就给在场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才哪到哪儿啊？都别急，安安稳稳把心放回肚子里，这才只是个开始呢。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第7天早上，许卫国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村委会办公室。小易，你快跟我去看看。魏国叔这么火急火燎的，天塌下来了。比天塌下来了还邪乎，黄瓜都挂上果了，个个都有小拇指那么粗了，还有不少蔬菜也是。照这个势头，我估摸着再有个3、5天，是不是就能收了？魏国叔，我不是跟大家解释过吗？咱这儿的每一棵苗，打从种下去的那一刻起，享受的都是 VIP 待遇，吃的那都是独立小灶，中央系统24小时盯着，营养液直接兑到嘴边，缺啥补啥，想不长快都难，长得快点，不正常吗？瞧我这脑子，我怎么又用老黄历看新世界了？就说这黄瓜品相这么好，拿到城里去，估摸着点卖个3块钱1斤吧。这1亩地这么个种法，怕不是得有大几万斤，甚至10万斤，1亩地就是30万块，10天30万块，还有番茄、白菜、萝卜，这100亩地。小易，咱们村这是要发大财了。听着许卫国激动到变调的计算，许毅在心中暗自一笑。3块钱1斤的黄瓜，格局还是小了。咱们这农场里出来的东西，要是跟菜市场那些论斤卖的大陆货一个价，那不是白瞎了系统的这个超级生态农场吗？他卖的从来都不是普通菜。魏国叔，先别算账了，有个更重要的事儿要你去做。啥事？你尽管吩咐。去用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下，就说3天后，也就是大后天中午12点，为庆祝咱们清河村首次丰收，将在村委会大广场上举办清河村首届丰收品尝大会，请全村人男女老少都过来，免费品尝咱们自家地里种出来的宝贝。品尝大会，好，这个主意好啊，让大伙儿都亲口尝尝，比咱说1万句都管用。许卫国转身就往外跑，一路小跑直奔村委会的广播室。清河村的乡亲们注意了，清河村的乡亲们注意了，通知一个消息，3天后中午12点，村委会大广场上，咱们村自己的超级农场将举办第1届丰收品鉴大会，地里熟了的菜管够，让全村人都来尝尝鲜。再重复一遍，3天后
别人种菜最快半年才有收成，这个男人种菜只需10天，且种出来的菜新鲜饱满，只因拥有一座庞然大物超级农场，成了无数人的焦点。村民们终于盼来了采摘的时刻。小易书记，啥时候开始啊？是啊，俺们都等不及了，时间正好，准备进棚采摘。小易，我们都进去帮忙，人多力量大，采得快。对，咱们几百号人一起上，保准一会儿就把菜堆成山。我也去摘菜，我可是好手。不用，杀鸡焉用牛刀，我一个人就够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喧闹的人声戛然而止，在数百双充满了困惑、不解，甚至带着一丝担忧的目光注视下，许毅走到了农场内部的总控制台前，手指在上面轻盈地点了几下。采收模式启动，目标：白菜、黄瓜、番茄、茄子、萝卜、青菜，定量每种100公斤。一顿操作猛撸，一盘盘蔬菜就整整齐齐的在落在专属蔬菜区。当一盘盘菜被端上桌时，一股浓郁到极致的清冽的黄瓜香气瞬间炸开，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桌上那些朴实无华却又散发着致命诱惑的菜肴。好吃，这青菜它怎么能这么好吃的？我的天，这萝卜怎么跟水果一样，又脆又甜，一点辣味都没有。这茄子就清蒸了一下，怎么比放了肉还香啊？小姨，这菜简直绝了！就这黄瓜，这品相，这味道，拉到镇上的菜市场去，就算咱们比别人的贵上1块钱一斤的，贵2块钱一斤，那也得被抢疯了。对，魏国叔说的对，贵2块钱算啥？这么好的东西，不愁没人要。然而，就在这片狂热的附和声中，一个弱弱的、带着几分不确定的小声嘀咕从角落里的一桌传了出来：“才贵1-2块啊！这么好吃的东西，跟路边那些蔫了吧唧的菜一个价，我怎么觉得有点亏了呢？”对啊，亏了！刚才光顾着激动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是啊，城里那些大超市卖的那些包装的漂漂亮亮的有机蔬菜，又贵又不好吃，不照样有人抢着买？咱这菜比他们那个好吃100倍、1000倍，凭啥只比普通菜贵2块钱？要是按那个价钱卖，这不是把咱们自家的宝贝疙瘩当土坷垃卖吗？许毅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的看着村民们脸上的表情变化，看着他们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大家说的都对，所以我们的菜当然不可能按照普通菜来卖，我们要做的是打造一个属于清河村的高端品牌，清河出品，必属精品。这8个字，它像一道滚雷，在每个清河村村民的双耳轰然炸响。高端品牌，小易书记说的对，就该这么干。那这菜得卖多少钱一斤？一个胆子大的村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试探性的喊道：“我看怎么也得卖个10块钱一斤吧。”10块格局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看15块都行，少1分都不卖。各位书百乡亲，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镇上的菜市场品相最好的青菜，一斤差不多3-4块钱吧？对，最好的也就这个价了。许毅点了点头，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他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我的定价是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至少翻10倍。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广场上只有村民们一双双因为极致震惊而瞪得滚圆的眼睛。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大家觉得咱们的菜值不值这个价？值，当然值。可这么贵，谁会买啊？大家听我说，我们的目标客户从来就不是普通人，好东西从来不缺识货的人，更不缺那些不差钱的富人。退1万步说，就算是那些追求生活品质的小资，为了这辈子都难尝到一口的极致美味，花个几十上百块，你觉得他们会犹豫吗？话我已经说到这里了，下午我就带上一部分样品，亲自去一趟市里走一趟。我不仅要卖出去，还要让他们抢着来我们清河村买。好，城里那些弯弯绕绕，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懂。小易，你放手去干，不用怕，就算高价卖不出去，我们也亏不了。但要是真让你高价卖出去了，那就让所有人都瞧瞧咱们清河村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牛。下午，许毅和许卫国拉着几十斤各种蔬菜来到云州市最顶级的私人会所式餐厅麒麟阁。小易，这地方能成吗？魏国叔，放心，咱们的菜配得上任何地方。接着，2人在前台的带领下来到采购经理办公室。你们就是清河村来的，我叔叔交代过，说有个清北的高材生要来谈合作，就是你。马经理你好，我们带了些样品过来，是我们农场第一批成熟的蔬菜。行了，东西先放那儿吧。我舅舅的就是心善，总想着扶持一下你们这些乡下搞创业的。不过我们麒麟阁的规矩，想必你们也清楚，我们对食材的要求那是顶级的。你们那菜打算卖什么价？价格自然要配得上它的品质。品质，小兄弟，你是不是对我们麒麟阁有什么误解？每天想往我们这儿送菜的供应商，能从我办公室排到大马路上去，哪个不说自己的菜是最好的？做生意嘛，讲究的是个长期合作。我们麒麟阁选供应商，不光看产品，更要看供应商的诚意和态度。小兄弟，你是清北的高材生，是聪明人，应该能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吧？马东似笑非笑地盯着许毅，然而许毅的面色依旧平静如水，仿佛根本没有听懂对方的暗示，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马东猛地一拍桌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厌恶与不耐烦。我们麒麟阁不差你这点菜，带着你的东西走吧，别在这儿浪费我时间。这句话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许卫国的脸上，他气得浑身发抖，就要开口理论。许毅用眼神制止了激动的许卫国。
马经理，记住你今天的决定，不要后悔。说完，许一不再看对方一眼，转身拉着依旧愤愤不平的许魏谷，拎起地上的2个箱子，头也不回的朝门口走去。小易，这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咱们就这么走了？走，当然不，去下一家仅次于麒麟阁的天然居。小易，那姓马的孙子也太不是个东西了。魏国叔，别生气，跟那种人生气不值当。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没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麒麟阁身上。麒麟阁是第一，但不是唯一。有时候当不上第一的，反而更渴望机会，也更懂得珍惜机会。半个小时后，2人来到天然居。很快，一个穿着约莫西1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美友好，我是天然居的采购部经理王科，许先生是吧？清北的高材生，久仰大名。王经理客气了，多说无益，不如先看看我们的东西。接着，许毅拿出一个泡沫箱，一股难以言喻的清新到极致的气息猛地从箱子里涌了出来。王科的呼吸不自觉地停滞了一瞬。许先生，这真的是你种出来的？许毅没有回答，而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王科品尝后大吃一惊。许先生，我为我刚才的怠慢向您道歉。如此菜品不知打算如何定价？王经理是行家，您觉得它值什么价？王科一愣，他看着箱子里那些完美的蔬菜，大脑飞速运转，沉思片刻。为了展现最大的诚意，他报出了一个他认为极具魄力的价格。不论品种，50块1斤，如何？话音落下，他紧紧盯着许毅的脸。然而许毅闻言，只是摇了摇头。60块1斤，这几斤是我权限内能给出的最大的诚意。王经理，格局不妨再打开一点。咱们先不谈钱，我想问王经理你一个问题：你们天然居一手被麒麟阁压一头，甘心吗？这一句话比刚才任何一次报价都更具冲击力，直达王科的内心最深处。许先生，麒麟阁能稳坐第一，靠的是什么？无非是更早的入场时机，更广的人脉圈子。但餐饮的本质终究是味道。王经理，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菜只有你们天然居有，整个云州只有你们的客人才能品尝到这种极致的味道，到那个时候，麒麟阁还算什么？是啊，如果天然居能独占这种品质的食材，那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云州所有想吃到这种菜的富豪、权贵、名流都只有一个选择：天然居。许毅看着王科那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他缓缓地吐出了足以让王科彻底疯狂的7个字：独家经营。我可以把这些菜的独家经营权给你们天然居。王科的嘴唇哆嗦着，激动的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然而许毅却轻轻抬手打断了他。王经理，先别急着高兴。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们天然居能吃得下我能提供的货量，很大，大到你可能不敢想象。王科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他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来推销一点点蔬菜的，这是一个足以改变整个天然居命运，甚至改变整个云州高端餐饮格局的战略级合作。许先生，恕我眼拙，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您稍等，我需要立刻向我们老板汇报。王科不敢有丝毫耽搁，几乎是小跑着冲进了里面的休息室，立刻掏出手机按下了拨号键。喂，王科，什么事？老板，麒麟阁要完了，说清楚。王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最快最精炼的语言将事情的经过飞速汇报了一遍。他只强调了2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品质是碾压级的，最关键的是对方愿意给我们独家。不过对方说货量大到我们不敢想象。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死寂，足足过了10几秒，电话那头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不容置疑的决断力。稳住他，不惜一切代价稳住他。我正好在附近，10分钟之内我一定到。这个男人明明每天只是去菜地里走走，可种出来的菜却让各大餐饮巨头抢着购买。唐老板，许先生，幸会。许老弟，你的菜品质无可挑剔，不知老弟你口中所谓的量大，具体能有多大？整个会客室里若真可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许一伸出了一根手指。不多，第一批大概在1600吨左右，之后每10天都可以稳定出这么一轮。唐振元那锐利如鹰的瞳孔在这一刻猛地一锁，终于，唐振元眼中爆射出一抹决断的光芒。100块1斤，许老弟，你这些菜的独家经营权我要了。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许卫国和王科的脑子里轰然炸开。王科更是倒吸一口凉气，100块1斤乘以320万斤，3亿2千万，老板这是疯了。不过这么大一笔资金一次性拿出来，对任何企业都是巨大的压力。我的诚意是先预付3000万定金，作为我们合作的保障，剩下的2亿9千万可以在合同中约定10天之内全部结清，后续也一样。老弟，你看如何？可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接着，王科立刻取来了早已准备好的最高规格的独家供货合同。许一在乙方的位置上签下了名字。唐振元拨通了财务的电话，不到3分钟，叮咚，许一拿出手机，3000万已到账。许老弟，今天我做东，咱们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唐老板的好意心领了，村里还有事，我们得尽快赶回去。王经理，车上还有几项样品，麻烦你派人帮我搬下来吧，就当是我送给唐老板的见面礼。明天上午，你们可以首节派车队进村运菜。说完，许一便扶着还没完全回过神的许卫国向外走去。唐振元亲自将
将他们送到门口。看着皮卡车远去的背影，他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通知下去，天然居所有分店从明天开始更换菜单，云州的天该变一变了。回到村里，村委会门口那片空地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主任，这是谈崩了？不可能啊，咱们的菜那么好，城里人难道都是瞎子？谈崩了？谁他说谈崩了？合同已经签完了，合同金额3亿2千万，而且第一笔3000万的定金已经到账了，咱们清河村要发达了。3亿2千万！轰！人群中爆发出了一股10倍、100倍的，足以掀翻屋顶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是真的吗？我们村要发达了！我的天爷啊！3亿2千万啊！我做梦都不敢梦见这么多钱啊！第二天，天色仅是蒙蒙亮，一支由10几辆冷链运输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宛如一条通体雪白的钢铁长龙，缓缓驶入了黄土遍地的村庄。徐老弟，我这一大早就闯过来了，没打扰到你吧？唐老板言重了，欢迎之至。哈哈哈，别叫唐老板了，身份叫我唐哥就行。老弟，你是不知道啊，昨晚我把你那箱样品带回店里，恰好撞上几位从荆州来的贵客，其中一位是圈内最顶尖的美食评论家，一张嘴刁钻到近乎刻薄，等闲的珍馐他都懒得动一下筷子。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只尝了一口你那黄瓜，整个人当场就定住了，足足半分钟没说出话来。最后那盘菜被他一个人清空，甚至评价说这辈子才算第一次吃到黄瓜真正的味道。另外几位也全都疯了，追着我问这究竟是什么神仙菜品，说过去几10年吃的东西，在他面前简手味同嚼蜡。老弟，我跟你说，就凭昨晚那一盘菜，我心里最后的那一丝丝疑虑也全都烟消云散了。这笔生意绝对会是我唐振元这辈子做的最正确、最值的一笔。随即，唐振元目光越过许毅，望向不远处那座沐浴在晨光下、散发着银白色金属光泽的宏伟建筑。徐老弟，你看采摘的事，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忙活。我这次特地带了几10个最精干麻利的伙计过来，今天就让他们跟着一起下地帮忙采摘打包，人多力量大，咱们争取天黑前把所有菜都装上车。唐哥，你的好意心领了，不过不用那么麻烦，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这儿的采收流程。唐振元微微一愣，心中虽有不解，但还是立刻跟了上去。唐哥，你看好了。许毅的手指在布满虚拟按钮的光屏上随意点了几下，所有的蔬菜就已经采摘完毕。山葵、冰草、香春芽、松茸、白芦笋、许。徐老弟，这些东西你这边也能种？有是有，但是大多都还在培育阶段，没那么快能出货。唐振元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然而他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来，许毅便话锋一转。不过说来也巧，列表里的冰草和香春芽今天刚好成熟了第一批，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徐老弟，能让我开眼吗？随后许毅一顿操作，冰草与香春芽全部采摘完毕。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在老弟你这儿厂里根本就不管用。徐老弟，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这种品质的货产量有多少？这2种的产量不多，也就差不多每天个5吨。这个数字像是一道无形的宇宙射线，精准地、毫无征兆地击穿了唐振元刚刚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他整个人彻彻底底地僵在了原地。徐老弟，这2个卖不卖？冰草500块1斤，香春芽1000块1斤，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每天5吨，就是每天5吨，我全要了。唐哥的胃口看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只是一个小小的云州吃得下吗？唐振元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许毅的意思，他那紧绷到极致的气场骤然一松。好，徐老弟，你还是小看你堂哥我了。天然居在云州，只是我的大本营，是我的脸面，在省城，在滨州，在江州，省内排名前5的经济核心区，我都有自己的渠道，有的是顶级会所，有的是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餐厅，还有专门为那一小撮真正的顶尖富豪服务的特供渠道。在那些地方消费的不是菜，是身份，是圈子，是面子。他们为了吃到一口最顶级、最新鲜、最独特的东西，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以前我只能从国外，从那些特定的产区高价空运一些所谓的顶级食材，量少，品质还不稳定，处处受制于人。但现在有了你这些东西，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别说冰草和香春，你单子上的山葵、松茸，将来若是能量产，我唐振元照单全收。徐老弟，你根本不明白你种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唐振元指着那2箱样品，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这不是菜，这是能首届统穿整个省高端餐饮天花板的王炸，每天5吨，这点量，我那几个城市的渠道分一分都不够塞牙缝的。我要用你的菜，把整个省的高端餐饮市场彻底洗一遍牌。好，唐哥的魄力，我佩服，那就按你说的办，痛快。唐振元立刻掏出手机，当着许毅的面，手接拨通了电话。再给我调20辆最大的冷链车过来，立刻马上，所有休假的司机全部叫回来，全部王肯去车里把补充协议拿过来，现场签。是，老板。很快，一份针对冰草和香春芽的独家供货补充条款就摆在了许毅面前。许毅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完，唐振元没有丝毫停顿，再次拿起了手机。财务立刻给清河村高科农业的账户再转1500万货款过去。叮咚，许毅手机熟悉的短信提示音再次响起，钱已到账。徐老弟，那就麻烦你了，等着我的好消息。短信：一份番茄炒蛋388元，却引来一堆人争先恐后抢着购买。
赵董，您来了。李经理，昨天试吃的那几样新菜，今天能点了吧？当然能。李明恭敬地递上了崭新的菜单。不错啊，比昨天还全，冰草和香椿呀，连这个都有了。行了，就这样，这个板块里的所有菜一样给我们来一份。整个餐厅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正在交谈的、正在夹菜的食客，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滞了。一道道震惊、错愕、难以置信的目光，瞬间聚焦向说话的中年男人身上。我没听错吧？他是要把那个清河系列全点一遍？疯了吧？这得多少钱？这人到底是谁啊？这么豪横！等菜上来之后，一股股香气飘向全场。一个年轻人对着不远处的服务员大声喊道：“你好，他们桌上点的那个清河番茄炒蛋，也给我们来一份尝尝。”这个请求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瞬间引发了连锁反应，个个抢着点菜。刚才还无人问津的清河生态，在短短几分钟内，点单率开始呈爆炸式增长。晚上，唐振元独自一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双眼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一份柱状图清晰地显示着各个菜品的销售额。唐振元颤抖着手，拿起手机拨了过去。徐老弟，天大的好消息爆了，彻底的爆了！从中午开始，店里的预订电话就没停过，全被打爆了。到了晚上，那场面，我唐振元干了20年餐饮，就没见过这么疯狂的阵仗。那些平时眼高于顶的老饕，一个个吃的跟800年没吃过饭一样，还有个身价数十亿的老总，吃完了非要打包1份生的黄瓜番茄，说要连夜坐私人飞机回去，给他家老爷子尝尝这口神仙味道。你是没看到啊，今天一晚上，光是你们那个清河生态系列销售额就首届冲破了我们店里有史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堂哥的运营手段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我们的合作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哈哈哈，何止是不错，这是天胡开局。挂断电话，许一并没有立刻放下手机，而是点开了云州本地的一些社交平台和美食论坛。天然居和清河生态已经成为了绝对的热搜词。兄弟们，我人傻了，一盘番茄炒蛋卖388，我本来是想来当个大冤种的，结果我错了，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番茄。天然居杀疯了，这个清河生态系列谁吃谁知道，别问，问就是盘子都给你舔干净。许一的目光扫过这些评论，目光落在了那个与天然居并列的名字上——麒麟阁。堂哥的攻势这么猛，他的老对手应该坐不住了吧？接下来几天，天然居每天都是饱满人群状态。天然居角落的包厢里，一位头发花白，在云州美食圈德高望重的老者，他的面前只摆着一盘最简单的凉拌清河黄瓜，那股纯粹到极致的清香，仿佛带着生命力钻入他的鼻腔。许久，他拿起手机，对着那盘黄瓜拍了一张特写。我宣布，云州餐饮的天要变了。生态清河火爆全网，相对于天然居人群饱满，麒麟阁确实寂静无声。麒麟阁的老板钱立群刚刚结束外地的会议，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怎么回事？经理结结巴巴地将这几天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天然居那边的恐怖盛况，原本地汇报了一遍。去查，明天一大早我要知道天然居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一大早，麒麟阁顶层的总裁办公室里，钱立群翻到了报告的附件部分，随即他的动作猛然僵住。那是一条从麒麟阁内部访客系统中调取出来的冰冷而客观的日志。那个叫许毅的年轻人，第一个找的不是唐振元，而是他钱立群，而自己的麒麟阁亲手将他推了出去，亲手送到了自己最大竞争对手的怀里。随即钱立群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让马东，让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立刻给我滚过来。不一会，马东慢悠悠地走了进来。舅舅，您找我这么早？舅舅，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见钱立群没有反应，马东话锋一转：对了，跟您汇报个事儿。前几天我刚打发走一个不长眼的小子，说是清河村来的，搞什么高科技蔬菜，我一听就是骗人的噱头，还想来咱们这儿镀金抬价，被我几句话就给怼回去了。我这可又给咱们麒麟阁省了一笔麻烦，挡住了一个潜在的骗子。那个小子叫许毅，对，就是他，一个清北毕业的，看着人模狗样的，结果呢，还不是个想走歪门邪道的土包子。我一看他那眼神就不对劲，肯定没安好心。我跟您说，这种人我见多了，要是真让他把菜送进来，指不定后面有多少麻烦事呢。钱立群猛地一拍桌子，把一份报告丢了过去。知道了吗？因为你这个蠢货，麒麟阁正在走向毁灭。那个被你赶走的年轻人，他手里的东西是能决定云州所有高端餐厅生死的王牌。他第一个找的是我麒麟阁，他把价值连城的宝藏亲手捧到了你的面前，而你这个只知道吃拿卡药的废物，把他当成了一个要饭的。你把他亲手推给了唐振元，推给了我们最大的敌人。你毁了麒麟阁，你毁了我。不，舅舅，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是他的问题。他穿的那么土，跟各乡下来的泥腿子一样，谁能想到他有那么厉害的东西啊？他要是开着豪车，穿着名牌，我怎么可能赶他走？是他自己不像个大人物啊！闭嘴！保安，叫保安部的人全都给我滚上来！几分钟后，几名身材高大的保安冲了进来。马东玩忽职守，给公司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从现在开始，他被麒麟阁正式除名，把他给我扔
扔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这个蠢货。保安们不敢怠慢，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起几经完全崩溃的马东，朝外面拖去。办公室里只剩下钱立群一个人，钱立群眼中重新燃起一丝挣扎的火焰。他拿起内线电话，声音几经恢复了往日的沉稳，只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给我接通云州农产品协会的张总。是，钱总。短暂的等待音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热络的声音：对，老张，帮我找个号码，清河村清河农场一个叫许毅的年轻人。片刻之后，一个私人手机号码被发送到了钱立群的手机上。钱立群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随即打了出去。喂，你好，是许毅，许总吗？我是麒麟阁的钱立群。原来是钱总，久仰大名。哈哈哈，许总太客气了，我这几天可是天天都能听到许总你的大名啊！清河生态高科技农业了不起。说实话，我钱立群在商场这么多年，见过那么多青年才俊，像许总你这样有远见、有魄力，还干出了这么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绝对是第一个。我们这些老家伙是真的要被你们这些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了。钱总过誉了，我只是运气好，做了一点小小的尝试而已。钱立群听到这不卑不亢的回答，他立刻顺着话头将话题引到了正题上。徐总，今天冒昧给你打这个电话，除了表达一下我的敬佩之情，更重要的是想郑重的跟你道个歉。关于前几天你在我们麒麟阁发生的不愉快，我已经全部知道了。那个叫马东的蠢货是我钱立群的外甥，也是我管理上最大的失职。我识人不明，用人不善，让这么一个有眼无珠、狗仗人势的废物坐在了采购经理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他不仅怠慢了像徐总您这样的贵客，更是给我们麒麟阁的声誉抹上了巨大的污点。我代表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就在今天早上，我已经把他正式从麒麟阁除名了，并且我保证，我们麒麟阁永远不会再用这种没有德行、没有眼光的蠢货。我希望徐总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蠢货的愚蠢行为而对我们整个麒麟阁产生什么误解。钱总严重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徐总，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有些晚了，但我还是想拿出我们麒麟阁最大的诚意，希望能有机会弥补我们犯下的错误。天然居那边给你的采购价是多少？我麒麟阁愿意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加20%。钱立群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还不够。30%。我只希望徐总能看在我这份诚意上，分给我们麒麟阁一部分货源。我们麒麟阁有比天然居更广的渠道，更好的平台，我们能把清河生态这个品牌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徐总，我们合作绝对是双赢。钱总，非常感谢您的看重，也感谢您愿意给出这么优厚的条件。但是很抱歉，在与天然居合作的初期，我就已经和唐总签订了独家供货协议。独家2个字像2颗冰冷的子弹，瞬间射穿了钱立群所有的希望。许毅的声音还在继续传来，不疾不徐，却字字诛心。钱总也是做生意的人，应该明白，信誉是一个企业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唐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选择无条件的相信我，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我不能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合约、有损信誉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您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好的，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了，只希望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有大规模的宣传，仅仅是通过顶级圈层内部的口口相传，清河生态系列菜品就引爆了整个市场。徐老弟，这个全爆了，省城那边已经疯了。我餐厅的经理说，有人愿意出3倍的价格，只求能插队吃上一口。滨州也顶不住了，我那边的合作伙伴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就为了一盘菜。江州今天一个客户手机包场，把他所有生意伙伴都请来吃清河宴。我的天，这宣传效果比我花几千万打广告都顶用。电话里的唐振元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亢奋，像个刚打了胜仗的将军，急于和自己最信任的盟友分享战果。而许毅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的听着。合同签订后的第7天下午，唐振元的电话又一次准时打了过来。徐老弟，快子，款子我让财务给你打。第一批货的尾款2亿9千万，一分不少。还有下一批货的3000万预付款也一起打过去了，你看看收到了没有？徐老弟，我就想问一下，第2批货什么时候能好？我这边快断了，全省的渠道都在催我，再不给货，他们能把我办公室的门给拆了。唐哥，别急，放心，误不了老哥的事。再有3天，第2批蔬菜随时可以采收。徐老弟，你就是我的定海神针，3天我等你的好消息。挂断电话，许毅拿起手机，点开了刚刚收到的银行短信。他闭上眼，开始规划这笔巨款的用途。而就在此时，一个清脆的、久违的机械提示音毫无征兆的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带领清河村经济体量实现跨越式突破，物流与交通已成为制约清河村发展的最大瓶颈。现正式发布下一阶段引导任务：修建一条清河村连通外界的沥青路，任务时限1年。任务奖励：桃源乡全村住宅片区升级改造大礼包。这道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在许毅的脑海中炸响，许毅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许毅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窗外。此刻，一辆属于唐振元的重型冷链货车正小心翼翼地以龟速在
路上挪动，坑洼不平的土路让沉重的车身一起一伏，像一头步履蹒跚的老牛。看到这里，许毅不再犹豫，拿起手机手接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唐振元那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过来：“徐老弟，怎么了？我不是第2批才提前好了？堂哥，向你请教个事，我准备修路，以村集体的名义自己出钱修一条从清河村首通镇上公路的高标准柏油路，你觉得这事该从哪下手？”徐老弟，你先告诉我，你是心血来潮，还是非干不可？非干不可。好，我明白了，老哥，我也不跟你说那些虚的。修路这种事，钱只是敲门砖，真正难的是后面的那些人情世故和利益纠葛。你记住，能用钱和规则解决的，千万别碰人情。许毅安静的听完，客气递道了谢，然后挂断了电话，随即拨通了父亲许卫东的电话。老许同志，帮我召集一下村委所有人，立刻来村委会开会，紧急会议。半小时后，村委会大堂，我决定修路，从咱们村口修一条首通镇上公路的双向西车道，高标准沥青路。我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让大家吃饱穿暖，而是要把清河村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最宜居的现代化新农村，让所有走出去的年轻人都愿意回来，让外面的人都羡慕我们。众人都愣住了。三叔公开口说道：“小易，这想法是好的，可修路那得花多少钱呀？从村口到镇上，弯弯绕绕的，少说也有10来公里。这要是修成你说的那种好路，怕不是要把一座金山给填进去？钱的事先不说，就那手续，那得跑多少个部门，要盖多少个章？规划、国土、交通、林业，哪个都不是咱们能说上话的。是啊，这事太大了，咱们村干不了吧？以前镇里说要修，说了10几年了，最后不还是没动静。”许毅缓缓拿起了自己的手机，点开银行 APP， 然后将屏幕转向了众人。有钱，一切都不是问题。下一秒，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见手机屏幕上，一条刚刚收到的银行入账短信，清晰地显示着一串足以让任何普通人瞬间窒息的数字。现在钱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面临着一个更核心的难题。我们有钱修路，但我们缺人，我们严重缺乏人才，缺乏懂得现代化管理的运营人才，缺乏懂得市场营销的销售人才，更缺乏掌握各种先进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路可以花钱请工程队来修，但未来的清河村，未来的清河集团，谁来管理？谁来建设？缺人，把咱们清河村的娃全都给叫回来。咱们清河村辛辛苦苦供出去那么多大学生、技术工，在外面给人家城里人打工，一个月累死累活，就挣那几千的。现在村子有钱了，有大项目了，凭啥不能回来给自个家搞建设？我第一个给我家老二打电话，让他立马给我滚回来。对，把娃们都叫回来。我家那小子本科毕业，在大城市给人家当程序员，头发都快掉光了，我这就让他回来。还有我女儿学财务的，回来当会计管账。刹那间，所有村委成员群情激昂。然而，就在这片热火朝天的喧嚣之中，角落里那台老旧的座机电话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刺耳的尖叫。清河村村委会。许卫国听了几句，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慢慢转为了诧异，最后变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古怪。放下电话，看向众人。镇上办公室刚打来的电话，说明天上午县委的李安书记要亲自带队来我们村视察工作。书记要来，我的老天爷，这是咋回事？看看，都别愣着了，赶紧大扫除村口那条路，赶紧找人拿铁锹垫一垫，不能让领导的车线进去。横幅得赶紧去镇上做个横幅挂起来，热烈欢迎李书记莅临指导。还有茶叶，村委会这茶叶不行，得去买最好的。烟也是软中华，不得是更高档的，得把村里最干净的几户人家找出来，提前打好招呼，万一领导要家访呢。众人如同一群无头苍蝇，瞬间乱作一团。停一下，横幅不用挂，好烟好茶更不用买。小易，这不合适吧？领导来了，咱们总得有点表示。三叔公，你觉得李书记这个级别的人会在乎咱们一条烟、一罐茶吗？我们越是搞这些，就越是说明我们心虚，越是落了下乘。人家想看的不是我们挂了多红的横幅，准备了多好的茶水，而是清河村最真实的样子。什么都不用刻意准备，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通知下去，让各家各户把自家门前屋后的卫生打理干净就行。记住，保持常态，剩下的交给我。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慌乱的村委们渐渐找到了主心骨。好，听小易的，都听小易的，他让干啥就干啥。得听小易的。众人纷纷点头，然后按照许毅的吩咐各自散去，通知村民打扫卫生。很快，喧闹的会议室里只剩下许毅一个人，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人发现猎物踪迹时的极度专注与冷静。他很清楚，自己想修路最大的阻碍从来不是钱，而是那些看不见的流程与壁垒。而李安就是那个能一句话推平所有壁垒的人。想到这里，许毅不再犹豫，拿起了手机，再次拨通了唐振元的电话。徐老弟，是不是好消息？第2批赛是不是提前了？唐哥，比那个消息更刺激，县委的李安书记明
明天上午要来我们村视察。电话那头，唐振元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戛然而止。足足过了半分钟，那头才传来他压抑着呼吸的声音，前所未有的严肃。他一个人来还是带队来？说是带队，冲你来的。徐老弟，你听我说，这是你解决修路问题最好的一次机会。明天你什么都不要主动提，不要哭穷，不要叫苦，更不要提你们村以前有多难。记住，李安那个位置的人，他每天听到的困难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他早就麻木了。他不是来扶贫的，他是来寻找政绩的。许毅安静的听着，没有插话。唐振元的声音通过听筒清晰的传来：他来看你，不看你的笑脸，只看你的价值。他不听你的困难，只听你的规划。他不怕你提要求，就怕你没价值，让他白跑一趟。所以明天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展示肌肉，把你的超级农场，把你那些逆天的蔬菜，把你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一样一样的，结结实实的，狠狠砸在他的脸上。你要让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一件事：扶持你许毅，扶持清河村，不是做慈善，不是献爱心，而是他李安在任期内能抓住的最牛逼、最亮眼的一笔政治投资。等他被你的价值和潜力震撼到坐不住的时候，他会主动问你，他一定会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县里帮助解决。到那个时候，你再把修路的事云淡风轻的当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提出来，懂了吗？唐振元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许毅脑中的迷雾。他瞬间明白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迎接视察了，这是一场谈判，一场以清河村的未来为筹码，与全县最高权力者进行的不对等的谈判。而他唯一的翻盘点，就是让对方看到自己身上那足以改变牌桌格局的巨大价值。唐哥，我明白了，多谢。谢什么？咱们啥关系啊？老哥，我就一句话，明天拿出你掀翻云州餐饮界的气势来，别给他面子，也别把自己当成他的下属，把他当成一个求着你投资的客户。好。